Hello， 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分享的是 OL 技术里边的 Box Barb。那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款发型的一个分区。这款发型呢是由一个刘海分区加一个前后分区和一个后部的上下分区。首先我们看一下刘海分区呢，从顶点到达2 FCO， 也就是2眉尾的位置。然后前后分区呢，从它的 ETP 分到2耳上点。然后后部分区呢，从它的2耳后开始去分区。那为什么要这样分呢？待会等我们剪到每一个位置的时候再给大家分享。好，下边呢我们从刘海开始操作。刘海呢，我们要切一个线条的刘海，水平线条的效果。上一款 OL 技术呢，我们在去切刘海的时候呢，我们是分为了2个区域，一个是1/3分一个区域，然后再去修剪它的第二层。那这一次呢，我们就直接去修剪，但是呢，我们也要先去修剪它的中间的头发。好，首先呢定长度，眼睛与眉毛之间，直接梳至它的自然垂落的位置。好，然后呢，先取出中间的位置头发，切平。切完这里头发之后呢，我们先不要去修剪其他地方，我们先去观察一下它的长度，以及观察一下它的两侧对称度有没有偏移啊。如果说 OK 没有问题了，再继续修剪其他地方头发。这个时候呢，我们在切两侧的时候呢，跟随头型，自然垂落，原位提升，然后切平就可以了。好，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细节，当我切完这里之后，再次的把第一刀和第二刀中间的位置去检查一下，看有没有需要去磨掉的头发。好，刀掉。好，真人呢不能这样操作啊。来，原位提升，中间连接的位置精修一下。虽然我们这一次呢是直接一个区域直接切完，但是呢我们的方法和注意的细节是没有发生变化的，还是要把我们每一刀与刀之间的连接的位置呢去精修。好，这样去修完以后呢，我们要注意的是，切完以后由于是手指控制的，你剪完的头发呢它依然会有点层次感，所以说我们还需要在自然垂落的位置用梳子控制，把底层头发精修一下。那需要精修的多少呢？它是不一样的，每一个客人的发际线的规则度是不同的。如果说发际线比较整齐的话呢，修掉的头发就会比较少。如果说发际线呢，比如像有的中间会比较突出，那你需要去掉的就会比较多。好，我们的刘海已经完成，下边的话我们修剪它的侧区。侧区呢，我们首先分出来一个水平分区，第一个发片可以分得厚一点。好，反复剪到头发扎起来。来，另外一侧也同样的给它分出来。好，分完以后呢，我们打点水。好，我们继续修剪。好了，来，我们这里呢定它的长度。长度呢，我们定在1:0.8，也就是露出来一点点耳垂。好，去找到一梳子是1，那我们呢去掉0.2，然后就是0.8的长度，大概是在这个高度。然后我们去修剪一下，露出来一点点耳垂。好，另外一边呢也是一样的，先去定好它的长度，然后去衡量一下这个长度。好，还可以。然后我们按照这个长度去修剪就可以了。好，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头发要如何操作。那方盒子呢，这款发型我们整体切的都是4:0的层次，所以说呢我们自然垂落，然后在最低的角度去修剪就可以了。那切的一个形状呢是一个水平的效果啊，就像我们分线一样，水平分线，然后切一个水平效果。但是和我们正常修剪不同的是，我们需要再去提拉这个发片的时候，微微向前偏移去带，按照头发流向向前带。啊，那向前带的一个好处就是我们在向前带的时候，后部转角耳后的这个头发呢就更容易放长。那么我们在一切平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的问题就是侧部切平了，然后在一切后区的时候，后区和侧部连接的位置很容易连接不好。所以说当我们微微向前带的时候，这个地方的头发就会放长啊，那就会让我们连接起来更方便一些啊。那问题是我往前带了，很容易切出来斜向的一个切口，斜向的一个效果。所以说在我们修剪这个发片的时候，一定要注意我们切口的摆位。好，平行分线，微微向前带。但是我们的切口要摆水平，然后去修剪。好，我们的切口摆水平。
这样依然会形成一个水平切口，但是这个位置的头发呢就会更容易放长。那等到我们全部切完之后再去进行精修。好了，来我们继续。来，固定在我们第一个发片的位置继续修剪。那要注意了，当它发际线这个位置越来越高的时候，你正常去修剪一直会提升，这个地方松开之后它一定会缺一块，所以说这个位置我们一定要压一下，让头发贴紧头皮，贴紧皮肤，这样呢我们再去修剪这个发片的时候，这个位置就不会缺掉。好，这也是我们呢帮助我们去剪好这个区域的一个方法。所以说要注意发际线的每一个发片都要压一下。继续，同样的方法，这个位置要压一下，让头发贴紧皮肤，然后再进行修剪。好，来继续，固定在第一个发片的位置，所有头发。注意切口摆平，这个位置压一下。来，最后一个发片。进行打磨精修。好，精修完以后，我们可以去检查一下，看它是不是达到我们想要的水平的效果。那么由于我们是手指控制的，它还会有微微的一点点层次，我们可以等到吹干之后，把多余的层次可以去掉。那现在呢，我们需要做的动作呢是把这个耳后的位置梳到它的自然垂落的方向，然后呢再次进行一个精修，确保它是一个水平的，不长或不短。来，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平行分线，注意切口一定要摆水平。好，这个时候要注意一个细节，剪完这一侧之后，要去对比一下两侧长度的对称度，这一侧会微微长一点点，我们去精修一下。好了，就 OK 了，两侧达到对称。继续平行分线，然后微微向前偏移，切口摆水平，到达发际线周边头发，压一下，延伸继续修剪。好，切完以后检查一下这里有没有压得太狠，会刻意放长，有的话修一下。好，继续。好，到这个位置压一下，很容易忘了这个地方就容易缺。所以剪头发呢，还是要注意一些细节。提醒自己，该压的时候压一下。好，修一下。大概再看一下效果，下面会微微的有一些层次感。吹干之后修一下，现在点一下也行。然后把它的耳上、耳后之间这个位置的头发梳到它的自然垂落的位置，进行一个打磨。我们会发现它也并不会特别长。但是呢，由于我们往前偏移呢，它首先不会短。好了，那么这就是我们的一个侧部的一个修剪。好，我们去对比一下两边对称度还是非常好的啊。好，下面的话呢，我们就开始进行它的一个后区的修剪。后区呢，我们是从它上部开始向下剪啊，正常我们会从下区往上去修剪，和这个呢是有点反常，不太一样。好，那为什么我们呢要从上往下修剪呢？还有呢，就是为什么我们分区要分到它的耳上点呢？它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下区等一会儿我们要去剪一个去除的效果。
啊。当我们去下区剪完去除，你上区再去剪线条的时候，它就很容易把下区的头发剪短。所以说我们会从上区开始剪，会更方便一点。好，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为什么要从耳上点去分呢？因为我们下区呢要以它耳上点头发为引导线去修剪这个下区，所以说呢，我们从它的耳上点分的话呢，这个长度是很关键的。这个长度就是我们后区的长度，也就是后区的导线。那如果说你分的越靠上，那你去连接的长度就会越长，那整个下区就会保留越长。那你越短呢，越低呢，那就会越短，那整个后区呢就会变得越短。那之前呢我们也见过，就是有这种box barb这样的发型呢，像沙宣的都是后边推掉的。是因为什么呢？是因为它后部这条分区线呢定的会比较靠下一些，比如说定到它的耳后这个位置，枕骨点或者枕骨靠下的位置，那整个后区呢就会比较短，那就需要推掉。那这是我们的本质的区别。好，这里呢我们是从耳上点分过来的，分出水平线。那么我们同样的先去分出来上区的第一个发片，分水平发片。那这个发片呢，我们第一个发片是分的有一定厚度的。当我们的发片有一定厚度的时候，好处是什么？好处就是你剪完的导线会更清晰，以及它有一定的重量啊，会更整齐一些，不会那么乱。要轻轻的梳，不要把下区头发带出来。好，修剪，当我们分好这个区之后呢，第一步先从它的后部去定出来一个长度导线，就从它的最中间的位置取出来一束头发，然后呢，方便我们去定它的和侧区延伸过来水平的效果。好，站到正侧方，然后这样去延伸过来切一个水平线。去观察一下啊，一定要确保它是能连接过来的。这个长度我们可以适当的定的稍微长一点点，也是没有关系的。好，定完以后，我们再从它的侧区延伸过来，不要从中间剪回来。我们的目的呢是从它的侧区延伸过来剪平，所以这个时候头模不要去低头，水平就可以了。好，切水平，切一刀就要去检查一下，第一刀很关键，第一刀放长了，整个后部都放长了。所以说这一刀呢很关键啊，一定要去检查，然后延伸我们第一刀剪过的头发，向后去提升修剪就可以了。第一颗发片，整个发片它的长度都是很关键的，它影响了整个发型的一个前后连接性啊，还有呢它的标准度以及上下的重量的一个平衡感。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去重视它，多检查。好，我们呢基本上连接到我们中间定的那个长度。然后再从另外一侧剪回来，不要从中间剪过来，很容易连接不好。那我们从它两侧剪过来的时候呢，它的参照物是相对标准的。好，然后我们呢按照这个导线，谨慎一点，细致一些。第一个发片很重要，所以说呢我们在剪的时候呢，多检查，多打磨，以至于帮助我们可以达到标准的效果。OK， 没有什么问题了，我们再接下来往上去剪。那你修剪完第一层之后呢，如果你分的薄的话，头发可能会有点蓬，没有重量。那么当它蓬完以后可能会短一点。所以说我们最终呈现的结果还是要剪完第二片再次检查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效果。所以第一片呢，虽然我们已经很细致了，但是还不能完全确定剪完的效果。第二片当它有一定重量的时候呢，头发很容易压下来，当压下来之后，我们看到的有可能它会更偏低一些。所以说我们还要根据第二层去再次的精修，然后达到我们最终的效果。好，第二层已经剪过了，我们再次检查。好，没有问题，我们继续往上剪。最后一层，把所有头发按照自然的生长流向先梳理好，然后再从发中进梳去修剪它的头发。先从发根、头发自然垂落的位置梳理好，这就是剪线条的一些重点。上一款我们已经讲过了，这一款我们只是利用它再次修剪而已。好，从中间下梳，不要从发根下梳。当我们把它的整个
上区剪完以后，呈现这样的一个水平效果了以后，加上后部这种一个有一定长度的这种发型的印象呢，也是非常漂亮的。但是现在是不连接的，如果你吹干之后，它会有明显的痕迹。所以说现在呢，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通过耳上点头发把后部下区的重量拿走让它变得有层次以及能够连接好。好，我们呢这里从它的耳上这个位置暂时分出来它前后区，然后分偏向于垂直的斜后分线，就这个斜度呢偏垂直一点，不要太斜，不要太平了。然后呢，我们以耳上点的头发为引导线，提拉发片的角度呢垂直整个发片中间的头型90度，然后前后呢跟随左右轴呢跟随头型。好，我们开始修剪。把这里的头发拿走，只取耳上的最短的这根头发。然后去修剪，会形成这样的一个收紧的效果。如果你喜欢后部短一点，你也可以找到一个把这个分区分的低一点，找到一个更短的头发做引导线。左右轴跟随头型，原位提升。头发比较短，我们就不用夹子了，轻轻的梳理好就可以了。继续原位提升，把上面的长的头发拿走，上去是个线条，一定是从长到短的，我们是以最短的连。我们看一下这个分线，偏垂直的斜线。那么不同的分线有什么样的功能呢？垂直分线呢会更容易去修剪层次，有层次的一些发片的效果，剪出来层次呢会更均匀。水平分线呢剪头发呢会更容易产生重量感，那么斜线呢会更容易产生流向感，剪出来头发呢左右连接性会更好，会更自然。那我们今天选择呢，既想让它有一定的收紧效果，又想让它有重量感，但是呢我们依然希望它左右轴连接的更流畅，所以说我们选择斜线，但是呢选择这个线呢斜度呢偏垂直一点。如果说你想要它有一定的重量感，也想让它左右轴呢连接性比较自然的话，那就要选择偏水平的斜线。希望流向感向前呢，就斜前的偏水平线；希望向后呢，就偏水平的向后的一个斜线，就灵活运用。好了，我们已经剪过中心线了。当我们剪过中心线之后呢，这一侧我们走了一个圆，那么下面的话我们要开始从另外一侧相同的方法再圆回来，所以这属于一种交错修剪的一种方法。另外一侧找到耳上点，分出来它的第一个发片，同样的方法，这样，然后呢，垂直头皮90度，左右轴走全圆，然后以它的耳上点的头发为引导。好，注意切完这个发片之后，不要慌张去剪下一片，去检查一下。还可以。好，刚好，运气比较好。运气不好呢，修一下。左右跟随头型，原位提升。我们去分斜下分线的时候，很容易斜后分线很容易向前带，很容易把后背剪得很长。所以说要始终注意，我们要的是全圆。那我们去剪的时候呢，站位一定要多跟随头型移动。那么我现在呢站在位置不动的话呢，就需要我们的头膜配合我们不断的在转动。好，记得原位，手指平行我们的分线提升。有重量的拿走。由于刚刚呢我们另外一侧已经剪过了中心线，所以说现在只能去到上区的头发，就是下区上半部的头发。下半部的头发呢都已经剪过了，我们只需要去上面的就可以了。好，剪到过渡过来没有头发剪为止。这个时候还不算结束，我们必须要横向的交错检查一下，进行一个打磨精修。因为我们操作呢两个手法，一边呢是手指朝下，一边手指朝上，很容易出现手法不习惯，那就很容易出现我们剪完的结构呢两边不对称。所以说呢我们一定要反复的打磨精修。除了水平检查以外，还要垂直的去检查。
那垂直检查呢，就要看一下我们下区与上区连接的位置。上区是一个线条，以最短的连接下区，你要看它有没有连住，没有连住的话要精修，保证它能够连在一起。好了，我们的结构呢就已经基本上完成了。下面呢我给它梳理一下，大家看一下湿发的一种效果。非常经典的一种效果，只不过呢，这个后区的头发长度呢会比较长。如果说我们喜欢后区头发短一点的，我们可以拿剪刀切到自己想要的长度。那你切完以后呢，它就会变得非常齐、非常厚。这个时候您再进行定点放射的这种磨角动作就可以了。好了，这是我们的一个整个湿发剪完的一个结构。那等一会儿呢，我们吹干之后再精修的时候，后部头发如果长的话，我去修掉，给大家去分享一下怎么去磨角。好了，我们头发呢已经吹好了，下面我们进行结构精修。我们先看一下大概现在吹好的一个效果，整体的结构效果。那么我们精修的话呢，首先先横向切口去精修一下它的结构。那么刚刚我们从顶点这个位置把头发向后吹，所以这个位置呢它就会长出来一些头发，所以我们把这些先给它去掉。如果说希望这个地方呢层次自然一点，可以微微的提一些角度，然后根据我们当时后部修剪的下区，然后去连接就可以了。这样连接完以后呢，我们吹到后部头发的表层头发呢，它就不会长出来了，整体就和我们后部头发连接在一起。当然，如果说你要吹到自然垂落的话呢，它就不会多出来这些头发。那你现在修完之后，如果再吹到自然垂落呢，那它自然会稍微短一点点。所以说呢，这个因人而异，根据自己想要的效果去改变，去选择。好了，我们后部这个位置修完之后呢，我们开始去修它的内部结构包括它的外线轮廓。比如说呢，我们后部当时说了比较长，那么如果说我们想要修短一点的话呢，还要去它的角。那首先我们先去定出来一个形状，来把它长度的再拿短一点点，剪出来一个我们感觉整个比例呢比较协调的长度。那现在我切的这个长度呢，是一个水平的一个效果。我们呢也可以根据客人的五官轮廓，然后呢脸型和它的适合性呢去定不同的一个轮廓形状。不管是定的是水平的还是圆形的都可以啊。今天这个呢，我给它定的是一个水平的。那么接下来呢，在我们去修剪 FG 技术当中呢，到时候会给大家去讲圆形的轮廓如何去修剪，如何去去角。这里呢，因为我们今天讲的是一个水平的方盒子，所以说我们就切一个水平的外部轮廓。好，切完以后呢，没有层次，就外线会变得很厚。这个时候呢，我们用放射分线的方法，保留底线的这个长度，不要动，把中间多余的角给它磨掉。那这个时候它就会形成外线长度不动，但是呈现层次感，然后呢，发际线呢就会变得非常柔和。在生活当中呢，我们经常会遇到外线很齐很厚，这个时候呢，我们会选择去角，但是有的时候控制不好，很容易剪完之后呢，破坏了轮廓。原本剪得很整齐的轮廓呢，被破坏掉这个时候呢就很难受。所以说呢，怎么办呢？我们如何去处理呢？那当我们遇到这种问题，经常剪不好的时候，可能我们会放弃去精修轮廓，精修这个层次，我们会选择打薄剪。但是呢，你利用打薄剪出来的效果呢，它呈现的是没有利用去层次它的一个效果呢更自然，以及呢没有说是用这种去层次的方法呢呈现的一个结果呢稳定性会更强。所以说呢，那怎么去处理呢？又想去层次还想让它就是不缺掉，那这个时候呢给大家去建议呢就是用放射分线，因为放射分线的每一条分线都能够分到它的发际线的头发，所以这个时候呢我们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呢分薄一点点，保留它外线头发不动到就可以了。这个方法非常好用，不管是长发、中发、中短发、短发，我们都可以采用这种方法去处理。好，当我们这样处理完以后，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外轮廓呢已经是非常干净，然后以及非常柔和了，即使没有打薄的情况下它也很柔和。这个时候如果说你遇到的客人呢，他的头发量感呢不均匀，比如一边厚一边薄，这个时候你就可以用我们的平剪呢，针对于这些
发量不均匀的地方，点剪的一种方式柔和一下发尾。当你通过这种方式柔和一下发尾，这个时候它的量感平衡了，整个就会变得更加自然。好，这是后部的一个结构的一个精修。那我们看一下它的侧部，侧部呢，首先把表层的头发先去分走，然后针对它底层的外线先去精修干净，然后再把上面头发放下来。当它内部头发干净了以后呢，表层头发放下来，自然而然压下来，它就会变得更稳定。所以说整个外线的切口呢也就会更稳定。所以说修这个外线呢，不要上来就直接剪了，我们呢可以先把表层头发分走，然后去精修。这样修完之后呢，这个轮廓感呢，不管你怎么去摇摆，怎么去动，它就会更加稳定一些。好，针对这些发际线的头发不干净的点一下。好，刘海的头发，刘海头发呢相同的方法，分出来一层，然后去仰一点点头，这样能够看到它里层的头发。好，可以把头发呢微微带起来一点点。我会利用刀，剪刀微微倾斜的状态去切，因为我们用梳子控制，它会有一点点角度。倾斜的时候呢，会把这个抵消掉，形成一个零度的效果。好，以及把它的侧区头发往后走，然后呢，完全把我们的刘海头发暴露出来。这个时候你再去修剪的时候，这个角的操作呢就会更干净。最终的一些细节呢用点剪，避免呢一次性去掉太多，然后把表层头发再次放下来。另外一边。我们发现这样切完以后就非常 OK 了。上面头发再微微的梳下来，如果它长的话，你给它切掉。然后最后我们再用点剪的技术，把这些碎的、长的、几根的给它剪掉，然后把这个地方分出来。一般情况下剪水平刘海呢，很容易把这个地方放长，把这个角进行打磨。好，这个时候呢，它就刘海就完成了，那结构修剪就完成了。来，另外一侧。我们修剪的话，可以站到后边去修剪啊，站到后边也就站到它的另外一侧去修剪，一样的操作。好，然后它的发际线简单修饰一下。下面呢，整个结构呢，我们已经修剪完了。最后呢，我们再去针对它的一个发尾的柔和一下。像后部中间的地方，由于我们剪的都是一个齐线，那这个时候我们要进行发尾的柔和。要注意了，该薄的地方薄，不该薄的地方少去一点。像枕骨这个位置呢，就少去一点，让它切口痕迹消失掉，变自然就可以了，不需要拿走很多量。如果说你一顾的去打薄，拿走很多量，反而呢会破坏我们整个发型的这种质感和结构。所以我们在点剪的时候呢，通常都是控制在2到3公分以内去量就可以了。然后呢，在转角的位置呢，你可以接近于3公分，就是1、2、3公分的深度。那越是靠枕骨的位置或者刘海的地方呢，我们要越接近1公分，去的要少一点。鬓角呢可以进行点剪，去一下它的亮感。好，鬓角头发我们单独的点一下。好，我们要多去检查这个整体的这种亮感有没有达到我们想要的这种视觉效果。OK 的话呢，我们继续去调整其他的，比如说刘海的话呢，我们在转角的位置
给我们分成3份，中间1份，两侧各1份。那我们两侧的头发呢，可以适当的多点掉一些。这样呢，整个刘海梳下来之后，两侧这个位置变得连接起来更自然，以及它会形成收紧的效果。那整个刘海看起来呢，它的这种立体感，两侧收紧，中间饱满，立体感就会适当的好一些。好了，剪中间位置的时候呢，不要去太多量啊，我们点的时候注意自己去的量感的控制。来，转角处1/3这个位置可以多去掉一点点，多去掉一点，也不要剪太深，很容易剪得很碎很虚。要看效果，点几刀，看一看，不够再点，就点过了。好，又到了转角这个位置，去的深一点，可以去的多一些。到这个位置去的深一点或多一点的时候，那这个地方明显它就会更收紧，整个发型看起来立体感强了之后，视觉冲击力就会大一些，视觉效果就会更好一点。喜欢这种硬朗的弯部轮廓，后部就留成方的；不喜欢就剪成圆的。不管方还是圆，不要让这个头发看起来呢跟没剪完一样，一定要去呈现出来这种自然的这种感觉，不要呈现的特别硬朗，多去观察观察。对，修剪剪着剪着多看一看。好，那么我们的整个结构呢修剪呢就已经 OK 了。下面的话呢，我们看一下它整体的效果。